美国人自己都吓一跳，我们这个打仗搞了半天，我们替中国打的，中国生产弹药，我们拿来打仗，最后死了还是我们的人，钱让中国赚走了。这个谁都没有想到。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防务面对面。大家都知道，中国有4大发明，其中火药就是一大发明。但是在一段时期之内，中国的火炸药落后了。不过在最近10-20年，中国的火炸药又上去了，什么黑手军奥克图军其实这个水平在世界上也不落后了。但是中国在最近在火炸药这些方面呢，又有新的科技成果。这个成果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请王一田先生对中国最新的火炸药呢做一个介绍。其实火炸药这个行业是跟化工行业是联系非常紧密的。对，而我们中国的化工行业呢，体量大，而且现在技术水平也上去了。如果从军用角度来讲呢，第一代炸药那就是硝化甘油，就是诺贝尔当年发明的，当年赚了很多钱，所以现在这个诺贝尔奖就是靠这笔钱去撑起来的。第二代呢，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TNT， 也就是3硝基甲苯，这个到目前为止依然是所有炸药里面的主力，因为生产成本低，爆炸性能好，性能稳定。然后到了第3代火炸药呢，就是黑索金、奥克托金，这就很高级了，爆炸性能是比 TNT 高不少，而且呢，它的这个成本呢也就上去了，所以说它现在不能大面积的使用，而是用在一些高精尖的地方，比如说原子弹。我们知道原子弹的扳机其实就是炸药，用炸药把一些铀235或者钚239的那个金属块给挤压到一起去，其中这个炸药爆速越高，它挤压的这动能越大，需要的这个金属块质量越小，就可以越节省这个材料。这个就是现在原子弹里面用的，所以它炸药性能越好，对原子弹这个小型化这个贡献越大。另外一个呢，就是用在这种高能的这种固体火箭发动机，在这些发动机里面，如果用上一些这种高能的含能材料的话，它性能提升是非常大的。这是第3代了，一直到70年代，70年代美国首先合成了第4代炸药，叫 CL-20。中国这边呢也是紧追不舍，是由北理工的这个于永忠教授他们团队首先突破了这个中国的这个 CL-20生产。目前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能生产，就是美国、法国、中国，连俄罗斯都没有。然后这 CL-20性能有多好呢？就是它的这个爆速大概是 TNT 的是1.6倍左右，然后它的这个能量大概是 TNT 的不到2倍，快2倍了，性能已经非常好了。现在如果有哪款火箭发动机里面说里面搁了点那个 CL-20，那身价立马翻倍，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就是说不需要全部填装这个东西，只要装一部分，性能就大大提高。对，因为那个火箭发动机是多种材料合成在一起的，就是说如果用这个当火箭发动机的话，它的性能比一些传统的火箭发动机要提高40%以上。那么这个数值往往就可以改变一场战争的结果了，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还没完，现在国际上正在研究的焦点是第5代炸药。现在第5代炸药只有在中国和美国出现了，是什么呢？美国是在1999年率先合成了一种叫全氮阳离子盐这么一种化合物，这个化合物爆炸威力非常大，甚至是 TNT 的2倍多，已经是快达到那化学物质的极限了。我们中国呢是在2017年由南京理工大学突破了这个第5代炸药，我们合成的一种是叫全氮阴离子盐，美国是全氮阳离子盐，但我们这个东西呢比那个稳定的多，而且呢生产成本也低得多，所以现在我看来的话，我们的第5代炸药很可能是比美国要先面世的，尽管美国要提前很多年就研究出来了。然后美国2018年出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呢把美国人自己吓了一跳，他说什么呢？说美国的这种各种含能材料说美国各种弹药生产商里面单一的这种含能材料的来源比例高得惊人，达到98%。而在经过调查发现，这些含能材料绝大部分来自中国，这就有意思了。所以说美国这个报告呢出来之后呢，美国人自己都吓一跳，我们这个打仗搞了半天，我们替中国打的，中国生产弹药我们拿来打仗，最后死了还是我们的人，钱让中国赚走了。这个谁都没有想到，美国其实有一部分的军火工业的命脉其实是掌握在中国手上的。美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呢，也很简单，那就是去工业化嘛。在美国生产这些东西，成本又高，
还污染环境，美国那边就很难就是去有效的推动这个东西。其实中美之间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化工原料的贸易啊，其实呢我们可以让它继续下去，但是你总不能利用了中国的这个特殊的化工原料装到弹药里面来对付中国吧？那个情况中国一定要控制的。好，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方方面面，下一期我们接着聊。